再来看那第六印呢？我们先来复习一下第一印到第五印好了啊，这样子呢，我们才会有一个深刻的印象。那第一印，我们上次有讲到说，它会带出全球精英统治的一个世代。第二印，全球精英的这一个寡头政府开始进入了兴起战争、军权统治的世代，然后带出第三印的饥荒，带出第四印的瘟疫病毒，然后到了第五印的时候，那时候的殉道士的数目会剧增。既然殉道士的这个血满足了以后，我说它会带出下面第六印开启的灾难。有什么样的灾难呢？我们来看启示录6章12到17节。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里和岩石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当羔羊在第三层天揭开第六印的时候，约翰他是站在第一层天，那他看见什么？他看见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那这些日头变黑，满月变红，它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坠落于地的这个星辰像什么？像无花果树被风摇动，然后就那些果子就掉下来。我可以去想象说，这个掉下来的星辰就像无花果树掉下来这个样子的话，那我可以去感觉它很像坠落到地上的陨石雨，因为这个大的陨石经过大气层的时候，然后就跟这个大气层产生摩擦爆炸，然后就变成了很多的小石块，于是它就会散落在各处。那当这些的细细碎碎很多大大小小的陨石击落到了地面的时候呢，它就会引发海啸，引发板块移动，引发火山爆发。那这些所有的灾难带来的毁灭崩塌，让地上产生了极重的尘埃，然后进入到云层，挡住了日头跟月亮的光度。是因为约翰他是在第一层天往上头看，所以因为尘埃太多了，所以日头就变黑像毛布，满月像雪，是因为被这些很重的进入到大气层的尘埃所挡住了，所以他看不到，所以他只是在描述他的倾向。那当然现在有会说是日全食、月全食，但是我不会认为是天象。为什么？因为天象这个是自然界的一个周期。当然也可以说因为有这些天象，上帝做什么事，这是 OK 的，但不代表那是末日的大灾难。也不能说因为现在有血月，所以现在到了第几灾、第几号、第几印，因为这个是灾难造成的，并不是一个星系体系的一个周期。因为他讲得很清楚，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果没有这个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那这产生出来你所视觉上面看见的日头变黑，满月变红，那它是一个天象，但是它不是个灾难。那我们再来看现在这些陨石雨击落到的地上，
让这个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这称为大地震嘛？是不是挪移离开本位？这个就是板块被挪移了嘛？因为你东西大陨石扔下来的时候，就好像两个人中间硬挤了，硬插进来一个人一样，他一定挤开这旁边两个人。所以你当一个大陨石击落的时候，它引发的海啸，引发的这些冲击，一定会让地球板块产生挪移。所以也就是这个约翰说的，离开了本位。那这个大地震，它的对象是谁？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他们做什么呢？他们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他们都藏起来了。为什么？因为外面太多陨石扔下来了，你当然要找一个可以让你隐蔽的地方。然后他们做什么动作？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请问他在向谁说？向山和岩石。他不是向永生神求告说：“主啊，求你保护我们，让我们隐藏在你的翅膀鳞下，让我们在你的保护里面。”他是向山和岩石，代表他拜的是什么？他拜的是偶像，他拜的是被造之物，他拜的是这些山、这些石头，所以他拜的是说，把我们藏起来吧，让我们可以躲避做宝座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他也知道做宝座和羔羊哦，代表是什么？他不信，他知道有神，他知道有羔羊，但是他情愿选择被造之物，选择山，选择岩石，说把我们藏起来。所以请问一下，这个大地震，这个陨石雨扔下来的对象是谁？对，就是那些你明知道有羔羊，但是你还是要去拜山、拜岩石、拜受造之物。那这些会是这波灾难的主要人选。刚刚我们讲的说，这些他情愿去选择山和岩石，去成为他的一个遮盖者。那如果他的对象是信徒，是一个敬畏神的信徒，如果你今天你知道是上帝来了，你会去躲吗？你不会去躲，就好像今天你听见的是爸爸的声音、妈妈的脚步声，你会做什么动作？你会开门赶快扑到爸爸妈妈的怀里。所以他为什么要躲？是因为这一个的声音是他所陌生的。耶稣告诉我们说，当有这些灾难的时候，你们要昂首挺身，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是不是信主的跟不信主的看待灾难会有很大的落差？不信主的看待灾难是我要躲避起来，因为他愤怒的大日子到了，谁能站得住呢？跟耶稣告诉我们，你要昂首挺身，因为你得赎的日子近了。我们的盼望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在看这个七印、七号、七灾，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末日，以及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其实当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用心用意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是有安全感的，并且也知道我们应当如何敬虔端正度日。第六印还发生什么事呢？我们来看启示录第7章2到4节。好，我们一起来念。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4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圣神众仆人的额。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我们在读这个印的时候啊，它很可能是同时发生，
因为文字嘛，它一定有前后，可是约翰他在看的时候，很可能它是一个同时的场景。在第六印的时候，约翰说，他说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然后像有权柄能够伤害地跟海的4位天使，也就是说那个天使他们已经得着权柄了，也得着了权柄，说我要开始执行伤害地和海还有树木的这一个天使。神跟他们说且慢，用我们的脑袋就是刀下留人。干什么？他要先在以色列当中有144000个人，上帝要在他们的额上做印记，这样子当这些有权柄伤害地与海跟树木的这些天使，他们在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这些的伤害会离开的这个印记的这些144000个人。那上帝为什么是让这以色列的144000的人额上受印记，保护他们不被伤害？用我小小脑袋的理解，我觉得上帝要保护他们成为在以色列当中传福音见证永生神的那一些人。上帝要把这144000个以色列人包起来，画下界限，目的是什么？要让他身边的人知道，为什么每一次你都可以避开这个危险，他们怎么样可以做见证，而他们的见证就是在身边嘛。身边你看得到，你有网络看，那谁知道真的假的？外邦人说的，我怎么知道你信的神是什么样的奇奇怪怪的神？可是如果一样是以色列人呢，是不是他的信服力比较强，他的说服力比较强，他的民族的情感上面的连结比较强？所以我觉得上帝要在他们的额上盖印，就是要让存留在这个大灾难当中，让他们成为一个见证者。这个呢，也可以让我们晓得说，当灾难来临的时候，上帝不是无差别攻击，不是拿了一个子弹随便乱发，全能神知道谁是属他的人。所以当我们敬虔敬畏在神面前的时候，那我相信上帝有他全能的保护。好，那在第六印，约翰还看见什么呢？约翰他还看见另外一个荣耀的场景。这荣耀的场景他看见什么呢？他说有很多很多的人，多到数不过来，他们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代表他不是单一人种。刚刚受印记在额头上盖印记的是以色列嘛，这是很清楚的民族。但是这边说到在天上是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它不限制是哪一个民族。但这些人是谁呢？在启示录7章13到17节这边有说到，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身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呢？约翰说，主啊，你是知道的。然后这个长老就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了。所以这些人是从大患难出来。那我们在第5印的时候有说到，殉道者的数目要满足，对不对？那殉道者是不是就是从患难中出来的？也就是说，在第6印的时候，这些看见数不清的人，用我小小脑袋的理解，他们就是殉道者，他们的灵被提到天上。为什么他们会被提到天上？因为他们是从患难中出来，就是说经历了患难，在患难中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也就是说，在患难中他们坚守主道，
他们没有同流合污，他们没有混乱自己的行为，他们把自己分别为圣。那这些人为了坚守主道，然后他们死了，他们现在就站在羔羊面前敬拜，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所以他们的灵被接到天上以后，他们就开始在宝座前面敬拜侍奉神，而且做宝座的要用帐幕护庇他们，也就是说上帝要保护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那我们就反推，他们受到的是什么伤害？他们受到的就是又饥又渴又热。他们的状态是什么？流泪，对不对？他们的日子非常艰苦，在神面前不断的呼求，不断的流泪。所以当他们为主殉道，当他们为了坚守主的道，又饥又渴，又在太阳炎日之下被伤害，日头和炎热，神说不会再伤害到你了，因为你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日头这个炎热要了你的命的。可是做宝座的说，你不会再饿了，你不会再渴了，日头和它的炎热不会再伤害你了，我会把你带到生命水的泉源，我会擦掉你所有的眼泪。请问这些人是谁？就是殉道者。而他们是什么人？各族各民各方，也就是说全地的人。这个时候他们集中在神的宝座前面去敬拜神。而这些殉道者，我们刚刚讲殉道者的血满足了，就会带出第六印的神向这个世界审判的一个依据，一个标准。所以这些人他们身穿白衣，这个白衣不是他们自己要穿的，这个白衣是神赐给他们的。那我们在启示录有看见，这白衣就是什么？细麻衣。细麻衣是什么？就是信徒所行的义，也就是他们自己的生命显示出了他们的衣服，就好像一个人内在的气质就会显示在他外在的行为，你里面所充满的，外面就显出来了。当我们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所显示出来的是灵体，不是肉体。所以这些身穿白衣的人呢，他们带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告。他们宣告什么呢？他们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这个是不容易的耶，这是一件很大的事耶。启示录7章9节10节，这些身穿白衣的人，他们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这代表是什么？他们在天上宣告。我们在地上宣告的时候就很有权柄了，更何况他们是殉道士的血，在天上宣告什么？宣告救恩归于坐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那就是代表他们在宣告，唯独神的救恩是这个世界的盼望，唯独神所设立神的救恩，羔羊所成就的救恩，是这个世界能够得赎的唯一的依据，唯一的盼望，唯一的确据。当他们在宣告这个救恩的权柄的时候，这又开启了地上另外一个局面，另外一个局势。约翰他看见天上在宣告什么，天上在说什么时候，地上就开启了另外一个阶段，另外一个季节，另外一个局面。
那个约翰他会把他们的词写上来，绝对不会是说说就算了，不会只是一个描写他们说了什么，而是告诉宇宙所有的万物现在开启了是另外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因为天上先发生了，地上才会发生。神的三层天成就了，在地上随着时间的推演就会一步一步的实现。现在这是第六印，这第六印站在神宝座的是一般的基督徒吗？不是，不是一般的基督徒，也不是教会被提，是在大患难中出来的。我相信上帝拣选了很多要殉道的人，那这些殉道的人为神在末日的作为是带出了决定性的影响。所以我们在看待殉道，我们的解读除了情感上面的舍不得，在肉体上面割舍不下来，情感上面的原因以外，我们实在要看见它带来的盼望，因为它是道道地地与神同工，道道地地的站在这一个神要终结这个末日的次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水岭，并且他们是在教会被提之前就在神的宝座前敬拜，然后呢还要宣告再来下面开启第七印之后，神向这个世界的审判。好，这是今天我们所分享的第六印。我们来总结一下第六印发生了什么呢？一个就是星辰坠落，山岭海岛移位。第二个，地上以色列144000人受神的印记，被神特别的保护。第三，就是历代殉道者在神的宝座面前敬拜。好，我们求神让我们更深的进入他的心意里面来看待末日。愿神祝福各位。黑暗中他赐下光芒，他的话语像暖阳，生命之路有你